每次说到中国强大的话题，就一定有人私聊我，你把中国说的这么牛逼，那为啥还不收回台湾？那么今天就专门出一期视频，争取把这个事儿彻底聊明白。台湾的问题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是中国害怕美国介入台海，现在是中国希望美国赶紧介入，但问题是美国打死不来，这事儿变得特别有意思。好几年台湾一紧张，北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千万别让美国军舰靠得太近，而如今解放军都能从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围着台湾转圈玩了，外加航母编队在第一岛链外晃悠，那美国的航母呢？他反而是转头就走。平时关心台海局势的朋友早就明白了，这种反差说明了一个问题：中美之间的角色已经逆转了。美国现在根本不想亲自碰中国，反倒是中国有点着急了，想拉着美国下场正面对决。为什么呢？因为仅仅拿下台湾这个战略目标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现在的诉求了。中国现在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跟美国直接掀桌子的理由，不是打一场短小精悍的收回台湾的战争，而是打一场能让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彻底滚蛋的大仗。目标很清晰，要的不光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岛，而是西太的主导权。而美国呢，算盘打得贼精，计划再搞一套代理人战争的剧本，企图再抄一遍东欧那出戏。说穿了，美国人想找人代打，中国直接想掀桌子。而美国的这套操作套路不能再熟了，乌克兰模式还冒着热气呢，堪称最低成本围剿对手的范本。美国人几乎不流血，靠着一张嘴、一堆武器、一套媒体话术，就把俄罗斯拖进了一个3年放血不止的泥潭。这仗怎么打的？乌克兰出人，欧洲出钱，美国出情报和武器，最后收割毛熊。美军没动一根手指头，军工复合体的利润蹭蹭涨，美元回流，能源涨价，欧洲被套牢，一箭多雕。这桌大席美国吃得太顺口了，所以他就琢磨能不能在东亚再来一次复制粘贴呢？最好就是能再找个小弟替他跟中国干上一架，打一场东亚的乌克兰战争。这个小弟的候选名单已经摆上了美国的桌子了，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美国是轮番敲打，挨个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只要有一个敢先开第一枪，美国就能名正言顺的搞一把所谓民主阵营围剿专制轴心的把戏，然后对我们升级制裁，启动脱钩，搞舆论战。而中国一旦变成战争国家，老美就能顺手把供应链搬回北美，再给中国来一轮芯片加制造业双重断供，然后自己再次躲在后方吃瓜。只不过这个年头聪明人太多，像乌克兰那样的傻子变少了。日韩两位老牌同盟早就过了替人卖命的年纪，韩国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划清界限，台海冲突不是我们的事儿，翻译一下就是别拿我当炮灰。日本平时口号喊得震天响，岸田见谁都敢谈备战台湾，可一旦事态升级就开始说希望各方克制，终于壮着胆子说了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结果我们外交部一瞪眼，你再说一遍试试。他立刻就跟个瘟鸡似的蔫头耷拉脑，外交辞令一套一套的，真上战场你看他们比谁都躲得快。菲律宾这种地理位置靠前的，倒是被美国压着试水，海景硬刚碰瓷南海，演了一波又一波，但每次中方一硬，他就软得像泡面。非外交部立刻否认升级，军方赶紧澄清，俺们不寻求冲突。至于台湾，确实成了最活跃的挑事分子，但他也最清楚自己是几斤几两。姓蔡的那个娘们在任的时候，对大陆各种文化去中、军事碰瓷、官员访美、挑衅动作层出不穷。到了癞蛤蟆上台后，更是火力全开，试图整一坨大的，就差点火了。但问题是真要打起来，美国不亲自来，他们连一天都顶不住。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军力有多猛，而是押宝美国，幻想着美爹会拉他们一把。然而美国每次都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冷漠。台海局势再紧张，白宫都是统一回应，希望双方保持克制，我们维持现状政策，不支持台独。这套说辞各位熟悉不？这不都是咱们过去的话术吗？怎么就成了老美的台词了呢？换句话说，美国人心里门清，真要打起来，谁上战场谁死，但自己人一个都不能牺牲。这个局面就像是美国是个导演，对演员说 Action， 结果台下的演员纷纷说哥，你先演一个给我看看。美国气急败坏地说，我他妈要是能演，还要你们干毛线。再看中国，咱们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台海慎战派了，现在是不怕战，反而是希望打一场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仗。高层的想法很清楚，打台湾只是局部胜利，搞不好还会被拖入烂仗，动手容易，被围堵也是肯定的。但是为了一个台湾承受这些，划算不划算呢？当然不划算。真正要赢，不是拿下一个小岛，而是要打掉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一战定乾坤。上面想的不仅仅是收复台湾，
而是清空美国的势力圈，驱逐美军在第一岛链所有的前沿基地，逼着日韩选边站队，别老在我的家门口还当别人的看门狗，顺势让整个东南亚都意识到谁才是这个地区的扛把子。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这已经就不是小打小闹了，而是战略级的重启。一旦胜出，那么二战以来美国在印太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霸权体系就将被连根拔起，整个地区的力量格局也将彻底改写。但问题是，你想正面对局，人家老美压根就不跟你下这盘棋。你摆好了棋盘，棋子都走出去了，可是对面一直在耍赖。哎呀，我今天有别的事要忙，明天再来。2022年妖妇窜台，中国围台军演，真刀真枪四面围攻，差一步就要模拟登陆了。说的再直接点，这就已经是挑战了。结果美国屁都没放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实质介入。之后在冲绳钓鱼岛方向频频发信号，中国的挑衅尺度不断升级。而美国呢，人家只做所谓的防御性部署，态度暧昧到了极致。前段时间中方航母绕着澳大利亚那边转了一圈，就差说明你要搞奥库斯，我就把你拉下水。结果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冷处理，澳大利亚也装死，一副我们正在观察局势的模样。美国能不能打过我们呢？军迷都知道，他来台海现在就是个死。但这个先不说，现在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打。为什么呢？因为这仗一旦真打，他们不仅要死人，更有可能丢掉曾经拥有的一切霸权。多关注新闻，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的战术你完全可以理解为拱火，挑衅一步，美国不动，再挑衅，美国继续不动。全世界看解放军的动作越来越像要是真的打，但美国人的表情管理都能获得奥斯卡奖了，所以场面就变得很荒唐。中国的表情是，你瞧，我又在台海嘚瑟了；美国则是，我爱好和平，我很克制。一来一回就卡成了一个死局。中国想逼美国下场，美国死活不接招；中国在抬升级别，美国继续打太极。你越急，他越稳；你越硬，他越滑；你越想掀桌子，他越往桌子底下躲。到现在已经成了拳头打空气。所以局面就是这么个局面，大家都这么耗着。中方不动手，是因为小打会换来制裁，不划算；大打呢，美国又不上钩。但不管怎么样，汽油和劈柴堆久了，总会有火星落地。谁第一个抽风，谁第一个着火，全世界都等着呢。当双座版的歼20亮相以后，西方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当初在设计歼20的时候，咱们的战斗机水平是处于落后状态，如果想追赶上美国，就必须激进点，使用一些美国不敢使用的技术，只有高风险才能带来高回报。所以歼20设计的时候不仅使用了压抑，而且机体设计的特别大。从这张对比图就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歼20是所有五代机中最大的，比 F-22 大了一圈。F-35 在歼20的面前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为什么使用压抑？上期视频说过了，是因为压抑会给机动性带来很大提升。咱们在压抑上下了很大功夫，成功解决了压抑操作难和影响隐身性能的缺点。压抑是第一个领先美国的点，第二个就是歼20的大体积。歼20为什么设计的那么大？因为要给双座版歼20预留足够的空间。咱们都知道，五代机是隐身战机，因为隐身能力的缘故，五代机的布局没办法更改，会破坏隐身性能，导致不隐身。所以五代机的气动布局是定死的。你看美军的 F-15 衍生出了10几种型号，但是 F-22 只有一种，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如果说把 F-22 改成双座版，就要在机头加个座舱，以 F-22 的大小，没办法在不改变气动布局的情况下增加一个座位。如果改变气动布局去增加一个座位，这样无异于研制新机。但歼20不一样，因为它的机体很大，机身很长，从设计之初就已经预留了足够多的改进空间，所以歼20才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双座型号的五代机。我只能说高瞻远瞩，一切都在计划中。而且双座版歼20的战斗力已经不是五代机能够比的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架战斗机，而是一群。它的作战模式就是带着一帮隐形无人机，前座飞行员负责操作飞机，后座则负责操控无人机，都不用歼20出手，光靠无人机就能把敌人解决。中方给了台阶，印尼政府不肯下，不到24小时，中国甩出3板斧。中国南海同东南亚国家接壤，是发展中国同东盟关系的绝佳通道。但是在中国南海沿线，一直有国家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我们熟知的有菲律宾和越南，始终对我国领海内的岛屿念念不忘，极大地牵扯了我们的外交精力。对
对中国的有序发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是除了上述两国，近来印度尼西亚也在南海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今年10月份，印尼方面3次驱逐我方海警船只，同时印尼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印尼将会坚定不移地维护其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祭出3板斧，侧面敲打印尼。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岛国，其国土部分由上万个岛屿及附近海域组成，四面临海的环境导致了印度尼西亚在生产上极度依赖海洋，所以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底层渔民而言，维护自己海区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构成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海洋问题上的基本对外态度。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并不存在领土争议，双方在海上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上。在南海的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虽然纳土纳群岛领土归属于印度尼西亚，但是中印双方在群岛附近的专属经济区主张有重叠，加之附近海区有良好的渔业生产条件以及丰富的油气资源，印度尼西亚政府始终主张对这一地区享有管辖权。今年发生的驱逐中国海警船只就是发生在纳土纳群岛附近北部海区。中国海警船在中方认定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时，发现了印度尼西亚方面派遣出的油气勘测船只。本身中国海警并没有超越我方划定的范围，但是印度尼西亚方面还是呼叫了海军，对我方船只进行驱逐。当时场面一度十分紧张，中方船只甚至已经放下了主炮炮衣，但是中国方面出于维护地区稳定的考量，选择了主动退让。在之后，印尼外交部甚至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会采取适当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方面这并非首次驱赶外国船只，包括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对纳土纳群岛附近的油气资源垂涎已久。为此，一旦有别国船只越过印度尼西亚单方面划定的国境线后，轻则遭到驱逐，重则印尼方面甚至直接开火。在2019年时，印尼方面就以非法越界捕捞为名，炮击了51艘他国船只。在南海问题上，多国围绕利益争端，纷纷下场，想要争取最大的好处。但是在这其中，中国方面一直保持克制，愿意同各国坐下来协商解决，而菲律宾在南海的行为则是开了一个坏头。若是东南亚各国有样学样，南海方面将会矛盾不断。中国面对印尼祭出3板斧，面对印尼，中国方面给了台阶，3次主动退让，表明中国方面不希望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印尼方面的回应并不算友好，中国方面决定需要敲打一下印尼政府，让他认识到双方的差距。首先，中国放出了双航母编队航行的画面。对于世界各国而言，航母就是海上的绝对优势力量，特别是针对海洋国家，航母编队不是简单的以航母为核心。中国的航母编队包括航空母舰、055驱逐舰、052驱逐舰、核潜艇等一系列船只。此次公布的双航母编队训练画面来看，除了舰载机外，编队中包含500余个垂直导弹发射单元，在不包括核潜艇携带的核弹头外，目前的火力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中等国家，包括印尼。其次，中国方面杀鸡儆猴，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方发言人林健针对越南抗议中方针对越南渔民被扣押事件，回应到希望有关国家提高渔民的管理教育，遵守相关海区规定，不要越境捕捞。这一行为看似是在提醒越南方面，同时也是在提醒南海有关国家不要挑战中国的底线。随后，中国方面邀请马来西亚总理访华，恰好在印度尼西亚新总统普拉博沃访华前期，此举就是在向印尼表示，中国在东南亚并非只有印尼一个选择，中国同马来西亚也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中国的3板斧可以说软硬兼施，这就是在告诫有心人，中国方面不介意同你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双方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谈判，而保持对双方的尊重是基本的底线。任何有越界的行为都会直接影响两国的发展，毕竟一个嘴上说合作，背地里搞小动作的国家是不值得信任的。中印未来依然存在合作空间，中国方面的表态也是在督促印尼政府做出正确选择。印尼方面在普拉博沃上台之后，政策就表现得有些飘忽不定。一方面，印尼同俄罗斯举行了第1次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印尼同越南加强了合作。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严正警告了越南方面，双方关系也受到了影响。中方不再惯着越方的一些小动作，
直接出动海警合法扣押。印尼此时的态度就是想要游走在多方势力之间，包括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也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好处。但是中方需要印尼直接表态。中国在此之前同印尼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中方承建了印尼的首条高速铁路，这表明双方是存在合作的可能。此次普拉博沃访华，无非就是在争取中国企业来到印尼投资，他的种种举动就是在向中国方面表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双方关系依然稳定。中国不需要这种虚假的保证，中国尊重朋友，但是不欢迎这种虚假的友谊。希望印尼方面能够正视中国的要求，做出最正确、有利于双方的选择。